民进党彻底的破防。党外在野大联盟的党外是共产党海外支部。当31-0出炉的时候，本来民进党召开第一波庆功宴，没想到党外在野大联盟的成立，还有馆长赴上海，把他们想要团灭在野党给冲破了。青鸟想象对岸坏的，就他自己都想干；想象台商会出卖台湾，结果审不到他老爸赚了17亿；想象陆配是坏人，结果他爸爸在对岸虽无期但有小三。黄义超破防说靠背，这是个词语的不同而已。所以仗义多是土狗辈。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立文姐现在有多一层的身份，党外在野大联盟的发起人。这次历史哥也出很多力，所以发现历史哥非常有潜力搞运动。除了28退案志工团之外，我想党外在野大联盟当然也是招致到批评，比如说资深记者杨晶晶就批评说，这叫四不像的党外在野大联盟。那人数寥寥无几，记者会现场平均年龄65岁以上，目的是诉求凝结在野共识，2028政党轮替，让赖清德下台。可是说要制衡民进党一党独大，反对民进党威权，唱衰之声不绝于耳，但国民党内却鸦雀无声。与其不敢置评，国民党内反该庆幸，当前其实是10年来最佳的重生契机。那摊开主要名单，原来党外在野大联盟的党外不是国民党外，更像是共产党海外支部另一个新党 2.0， 直接抹红，不讲道理的。我觉得他们就是彻底的破防了，一连好几个活动都让民进党彻底的破防。首先当然就是馆长到上海行这件事情，因为透过了馆长直播，毫无掩饰，没有滤镜，没有剪接的镜头，让他们发现中国大陆原来跟民进党长期所描绘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第二，党外两字居然已经不是变成民进党的专利了，也不是让民进党可以予取予求的政治提款机。透过过去台湾党外精神，民进党因此确立了自己是唯一的一个民主进步的力量。可是在民进党拿到政权之后，彻头彻尾的背离了党外的精神。所以今天我们重振党外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觉得他的神主牌被搬走了。那如果像这些侧翼杨晶晶这一类的媒体人，他们为什么纷纷的要评论一个在他们眼中人数稀少、年龄凋零、一点都毫不起作用的团体？你看都不看一眼不就结了吗？为什么我们星期三正式成立之前，星期一就开始各种的揣测出炉，我都快要笑到弯不起腰来了，因为跟我们真正党外在野大联盟相差甚远。但因为他们下了毒手，想要团灭在野党，所以当31-0出炉的时候，本来民进党是要开第一波庆功宴的，结果没有想到同时居然有党外在野大联盟的成立，还有馆长赴上海，把他们这一波通通给冲破了，所以他们才狗急跳墙，气急败坏。我觉得年轻人毕竟还是有非常大的能量，所以战世代重新集结，重新誓师出发。在这个过程里头，我都可以感受到这批年轻人他们非常的斗志高昂，这也是让我感到很欣慰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的记者会现场有来了大概30位的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哪里有像他说的全部都是老 Coco。那我为什么要把老前辈搬出来？就是因为我早就料到他们一定舍不得党外被我们拿回来。你看所有的批评都是说你们凭什么用党外，你们没有资格。我才把老前辈张俊宏，民进党的前主席搬出来，他可是台湾第一人，1973年他就用党外2字参选台北市议员。所以张俊宏老先生这一次挺身而出，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正本清源真正的党外精神。所以真正的党外精神这支大旗是紧紧的握在我们这一群人的手里的。大家不要以为党外只是民进党的前身，党外是在那一个一党专政的威权时期所有在野的力量，而且不分左右统独。民进党很多创党的党员都是大统派，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独派的，所以党外就是一个百花齐放，这才是台湾真正珍贵的。而民进党现在就只想要一言堂，只想要大家听赖清德的话。问题是赖清德一列失速列车，不要把大家带入死胡同，所以我们才要把台湾命运的主导权重新拿回来。那这一群不管是侧翼或者是民进党的立委，什么政论节目主持人等等，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可耻。因为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应该永远监督当权者，可是他们这一群人永远在帮当权者维视，帮当权者欺负在野力量，帮当权者擦芝麻粉，何其的无耻。所以这一次党外在野大联盟的成立就像一把照妖镜，
镜一样，把这些妖怪全部通通照出来现身了。所以馆长这一次去也是一面照妖镜，把这些民进党侧翼的胡言乱语显露无遗。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青鸟的想象里面，对岸14亿老百姓每个都是提线木偶，习近平叫他干嘛就干嘛，这是很吊诡。他们所想象对岸坏的，就是他自己都想干。对，想象台商会出卖台湾，结果沈博他老爸赚了17亿，真的盆满钵满。想象陆配是坏人，结果他爸爸在对岸虽无妻但有小三，像这种事情不可思议。他就是最抗中保台，反对两岸交流，所有的交流都是统战，现在都不敢承认。王义川更好笑，被馆长这样呛到他直接破防了。他说不知道这些2年了还在崩溃，靠背或者是什么。就是个词语的不同而已。你在讲什么啊，王一川？台大土木的博士，这么没有逻辑。所以仗义多是土狗辈，像这些饱读诗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良心却是被狗吃了。所以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的。他们在扣别人红帽子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想过，民进党是第一个从赵天麟开始身体力行的亲中吗？不要说吴钊燮了，连赖清德的身边都有共谍，那是怎么回事？而且我套一句施明德生前的指控，民进党创党坐在下面的年的美丽岛变清一色都是国民党的廖北亚，所以廖北亚这顾完了变这民进党，那这一群人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有奶便是娘，更不要讲是在民进党执政以后才参加民进党的这一群人，那更是渣了。所以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也给他奶喝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更快从肚兜里面先拿出一面5星旗来摇晃，否则赖清德不会并购说的这么溜口。所以这些人你不要相信他们真的爱台湾，他们是爱新台币。很多所谓的资深媒体人，哪一个以前不是深蓝的，现在通通变成是深绿的。像这样的人，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帮国民党骂民进党，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帮民进党骂国民党。所以你们看到这一群人的嘴脸都不觉得恶心，还傻傻的相信这群人讲的话，跟着他们屁股后面摇旗呐喊，变成他们想要吃干抹净的帮凶，结果就是把自己真心换绝情。我们纳了这么多的纳税钱，让民进党一个吃的比一个肥，难怪当年韩国瑜说台湾不欠民进党这句话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回响，就是因为当民进党拿着党外本土的招牌招摇撞骗，真正当年打天下坐牢的都被他们逐出门外，更不要讲施明德了。所以这群人还有什么脸？他们这一次对于党外大联盟的这个追杀是非常穷凶恶极的，因为我们碰到他们的命根子。我们的检调不仅是沦为东厂，它是东厂里面最烂的那一种，就完全是独裁者的打手，犹如当年来俊臣那种酷吏，毫不任何的底线，没有任何的使命感，唯一的使命就是帮着组织杀人，可以直接屈打成招，栽赃嫁祸。他说是证据就是证据，使得台湾整个司法体系的公信彻底的崩毁。所以这些人毁掉台湾很多的根基，不是只有单纯的把台湾的护国神山搬去美国而已。是吧？本来是要从31-0开始，一天不断的重击在野党。对，可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就发生了第一个沈伯洋的红孩儿事件，第二个他又不愿道歉，他就干脆更小灯手气，最后还赖清德出来护航，紧接瑞斯送头，他们很气，最后把葛瑞斯都封杀了，紧接着馆长就出去，声量就爆炸了，爆炸之后党外大联盟一成立，他们应接不暇了。我说实在的，大家都没有想过，今天是要靠在野大联盟，靠馆长帮大家撑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底气，我觉得非常的难得。所以当大家很担心在野党疲弱的时候，还是有非常顽强的野草长出来了。所以野草不能靠体制内去浇灌，所以我也很谢谢馆长，因为馆长这一行去是惊涛骇浪中的水到渠成。民进党一直在抹红馆长，另外馆长跟韩国瑜握手的时候，结果除了一份感动跟和解之外，另外一份是黑馆产业链。对馆长真是够凶狠的，下死手的打党中央带头撞。我觉得他们这些是公然的侮辱毁谤，我不知道馆长有没有考虑要告这些人。他如果考虑要告这些人，我们在大联盟里头就有人权律师，而且馆长并没有拿到中共给他的500万，可是告这些人可能可以赚500万，否则这些人靠着污蔑别人赚钱，我非常没有办法忍受。曾几何时，台湾的土壤已经中毒了。第二，对于馆长无情的打压，其实就民进党非常的紧张心虚，所以他们就开始语无伦次。现在是一个网络非常发达，
当王一川讲高铁没靠背的时候，你们都没长脑吗？你为什么要相信王一川讲的话，笑得这么开心，还把王一川当作是英雄？所以当他们讲这么多的话，居然还有人信，这个才是问题。所以在野的力量也要硬起来。我觉得馆长也很聪明厉害，他也希望把这股能量转化为实质的政治力量，来让大罢免大失败。其实刚刚丽文姐讲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念，毒草，民进党确实在台湾散播这种台独的草，因为他不是真的要台独，他是利用台独来捞资源。民进党恨的就是这些人本来是他的铁票，就算他们对民进党不满，因为我们从小吸了民进党的毒素长大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习近平进动让台湾个独立不会被中共入侵并吞。可是那整个的改变总有一个机，我觉得一般老百姓的契机就是馆长。馆长当然他有他的个人魅力跟特色，但是其实更大的是台湾人在寻找一个出口。